Hello，大家好，我係曾梓豪。進入2024年，好多人話1月1號我哋就已經踏入九運㗎啦。咁亦都有唔少人講呢，一定要進入立春嗰一刻先至真正到來。咁對此呢，我係提出一啲自己嘅質疑。咁首先要知道啦，曆法呢，佢係古代嘅一種計時工具，無論年月日啦、24節氣啦，包括12年一次嘅生肖輪迴，其實都係根據太陽系8大行星嘅運轉而所產生嘅時間。咁好多人忽略咗呢，三元九運係一種占星學。原來每20年左右嘅一次計算元運方法呢，佢係根據太陽系入邊質量最大嘅土星同埋木星每一次嘅結合而所產生出嚟嘅。喺西方占星界呢，叫 Great Conjunction， 呢個呢係每隔20個地球年左右嘅一次重要嘅星象大事件，亦都係東西方歷史上邊呢一直都倍受關注嘅天文現象。咁呢，佢係代表一個大嘅週期嘅計算時間。咁西方占星界呢，其實好早就已經有提到呢樣嘢，佢哋呢就稱為大合相啦，同埋土木大週期啦。咁呢一個呢，對我哋嘅星象研究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點解會咁多人忽略咗一點呢？古代嘅一紀代表12年喎，原來係木星圍繞住太陽去轉一圈呢，就啱啱係12年。咁所以呢，地球呢，佢如果轉夠12圈，即係12年嘅情況下呢，就啱啱係木星轉一圈。咁以前中國呢，就已經將木星呢就叫成歲星㗎啦。咁一運係20年喎，就係木星同埋土星每隔20年左右一次嘅會合。咁一世呢就30年。原來呢，就係根據太陽系入邊最慢嘅嗰一粒土星所圍繞太陽轉一圈嘅時間，佢係需要30年。咁話就話土木星係20年一次啊，其實都唔準嘅喎，佢係大概嘅啫喎。因為有時呢，佢呢個土木合相呢，係快則呢就18年零9個月最快嘅時間，慢則呢有時會去到21年嘅，先至會會合一次嘅，即係唔係每一個元運都會準時嘅，因為我哋係按照地球年嚟計。咁太陽系入邊呢，每個行星嘅角度都唔同，但係大家呢都係圍繞住太陽而轉嘅，要知道啊。咁所以呢，佢係存在呢個叫做時差週期嘅。咁一個甲子呢，就啱啱係60年。原來呢，就係土星同埋木星同埋水星每隔60年呢，佢就會相遇一次嘅。咁呢個呢，原來就叫做60甲子啦。咁180年呢，9大行星呢就會處於同一條直線上邊，咁就完結咗一整個大元運，而又輪到下一個新元運嘅開始。咁呢，有人會話：但係成個天都係星喎，咁點算啊？咁其實呢，太陽系入邊呢，就淨係計8大行星嘅啫。咁呢個天海冥，即係天王星、海王星同埋冥王星呢，佢都係喺最近300零年左右，科學家通過現代嘅科技天文望遠鏡而發現出嚟嘅。咁但係呢，喺最近呢20-30年呢，西方占星界呢都已經將佢哋滅甩咗㗎啦。點解呢？因為佢哋嘅運轉週期呢要去到成200幾年先轉一圈嘅，所以對地球嘅磁場影響產生，特別對我哋人類嘅壽命嚟講呢，個影響呢就唔係好大，因為唔係個個人都能夠活到300年㗎嘛。咁除此之外呢，呢個木星佢個質量呢，原來係比地球大1003倍嘅，1300倍。土星呢就比地球大740倍。咁呢兩粒星呢，就太陽系嘅重要嘅大家族成員嚟嘅。咁呢，所以呢，我哋嘅元運呢，有可能係錯咗100年嘅。咁呢個土星同埋木星佢嘅結合呢，佢嘅平均嘅時間週期呢係
19年07到8個月，咁所以咧一直長此以往咁樣嚟計算咧，佢個時間咧係會俾我哋推遲咗嘅。咁咧依度咧就係三元九運過往呢幾個元運入邊，我哋坊間嘅時間啦，同埋喺依家嘅天文望遠鏡入邊，特別係通過西方嘅占星學入邊咧，我哋就能夠清楚咁樣準確咁樣知道究竟每一個元運佢嘅準確時間一定係有年月日嘅。就冇可能話係成年因為呢啲呢，佢係重要嘅天文星象佢都一定能夠精確到最少精確到日子嘅。嗱，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原來今次嘅土木星結合呢，就喺2020年嘅12月21號已經到咗㗎啦。咁上一次咧就唔係2004，係2000年嘅5月28，有準確時間嘅，唔係淨係得個年份嘅。咁上次咧就用咗19年05個月就已經到嚟啦。咁今次由8運到9運咧係用咗20年06個月嘅。咁好啦，原來咧我哋嘅玄空飛星入邊咧，已經準確咁樣記錄晒9運到嚟同埋8運過氣，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喎？咁樣咧可能會令大家更加相信9運2024係一個錯誤嘅時間嘅事實喎。咁咧術數咧，佢係一種統計學，咁易經就係統計學啫。原來咧玄空飛星咧，佢就已經明確記載9運到嚟，亦即係8運過氣，主瘟疫流行。咁究竟2020年嘅全球瘟疫大爆發，呢個新冠疫情大爆發，究竟係咪同呢一個土木星結合有關係呢？又點解中國嘅玄空飛星上邊清楚咁樣寫明88左輔星失令嘅時候呢，係會有呢個瘟疫流行嘅？佢就4個字簡單概括。呢個88星失令呢，我哋可以將佢理解為8運已經到咗尾啦，88星已經冇咗氣啦，或者係9運已經到來，甚至乎係9運嘅初期，佢就會產生瘟疫流行呢。咁呢個係古人嘅一個統計，俾我哋得出嘅一個參考。咁而且咧，佢係有講喎，8運咧，如果過咗之後咧，或者係佢到咗尾退氣嗰陣時咧，就會有呢個癲狂筋絡精神病喎。咁咧，呢個土木星喺2020年嘅結合咧，究竟係咪同我哋依家咁多後生仔有抑鬱症有關係咧？咁原來咧喺中國大陸2020年10月10號咧就有一條官方新聞嘅，就係據統計我國抑鬱症患者高達9500萬，每15個人入邊咧就有1個係抑鬱症噶啦。跟住呢個消息咧過咗1個月入邊咧就又寫咗出嚟啦，每年因抑鬱症死亡嘅人數超過20萬。咁好啦，到咗2023年嘅7月6號咧，呢個國民抑鬱症藍皮書咧又講喎，唔係15個人啦，係14個人入邊有1個抑鬱症啦。所以咧，同時我哋可唔可以參考以香港為例，睇精神科醫生咧係需要排期到1-2年嘅喎。呢個咧就唔知係咪同啲電子輻射有關喎？我喺度懷疑因為9運咧個個都知啦，係火嘅一個元運啊嘛。咁火咧喺古代咧，佢其實無論係古印度最早5000年有歷史記載5000年嘅呢個吠陀占星術，同埋中國嘅占星學咧，包括依家西方嘅西洋占星學，佢哋都將火星咧就列為係空星嘅一類嘅喎。咁大家都知道啦，9運就咁中國咧就將呢個火星咧原來就稱為叫做熒惑星。咁大家都知道啦，9運就火主事啦，一切同火有關嘅嘢，網絡科技、互聯網、WiFi、電子產品呢啲全部都係同火有關啦。
咁我哋係咪會懷疑究竟呢個抑鬱症患者嘅增多呢，係咪同呢個火有關呢？哦，原來我做過一個研究，甲狀腺呢嘅呢個問題呢，原來係同電子產品同埋呢個輻射呢係好有關係，有一定關聯嘅。原來呢，長期從事航空業嘅機組人員呢，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哋嘅甲狀腺指數失衡會出現甲亢或者係甲減嘅問題。咁原來咧，甲狀腺嘅指數唔平衡咧，佢係一個內分泌疾病嚟嘅喎。因為飛機上邊咧好大輻射，咁所以咧稍為有啲知識嘅人咧，佢都會知道咧，原來坐完飛機咧一定要飲杯梳打水，因為梳打水咧就能夠抵消呢個輻射嘅。咁所以打仗嘅時候咧，依家都係呼籲啲人咧屋企要有啲梳打，佢係可以抗輻射嘅。所以梳打咧，佢亦都係一個戰爭物資。咁佢呢啲輻射咧，主要咧佢係會影響人嘅甲狀腺。呢個甲狀腺嘅指數一失去平衡咧，就意味住呢個人嘅情緒就會容易出現問題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去睇精神科醫生咧，佢要判斷你究竟係咪有精神病或者抑鬱症咧，原來咧佢驗血嗰陣時咧，就係要驗你甲狀腺嘅指數高低啦。咁所以會唔會呢個九運咧，佢上邊寫到明話，八運一過去咧，就會出現呢個癲狂筋絡精神病，係咪同呢個電子產品有關呢？究竟包括咧，原來呢個孕婦佢有呢個產前抑鬱同埋產後抑鬱，同埋佢生 BB 之前點解要驗血呢？其實都會驗到甲狀腺，因為呢個產前產後抑鬱咧，佢又係同甲狀腺指數嘅高低咧係會有關係嘅。咁咧，所以咧，會唔會呢一個玄空飛星古人嘅統計係會去提示我哋多啲去遠離我哋嘅電子產品或者係喺屋企度咧唔好開咁多電器咧？咁當然啦，我相信唔少人咧都會對我呢個講法而去提出質疑嘅。因為三元九運每20年左右一次嘅計算曆法，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已經形成咗根深蒂固㗎啦。咁但係咧，冇人會知道時間計算嘅一個運作方法嘅一個依據。咁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喺玄空飛星入邊咧有一個學術叫做七星打劫。點解係叫做七星？點解係叫做打劫呢？顧名思義咧，係劫取未來之星嘅元運力量。例如咧，喺八運嘅後邊10年，呢個九紫星咧，佢就已經成為咗一個開始有力量、開始當令嘅一個一級桃花星㗎啦。咁叻嘅人咧，就會去搶奪呢一個未來嘅能量。咁至於點解叫做七星呢？咁唔係明明有9粒星嘅咩？咁呢一個咧，可以同大家從印度男孩，即係呢個印度神童開始講起。咁原來咧，全世界無論係希臘占星學、西方嘅占星學，同埋我哋中國嘅占星學咧，佢個根本咧都係來源於已經擁有咗5000年實際歷史嘅古印度吠陀占星術作為依據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點解印度神童會喺2020年前後瘋狂咁出現一鳴驚人嘅預測咧，而令到全世界關注咧，因為佢知道土星同埋木星呢20年有一次好重要嘅一個大合相。咁原來中國嘅占星學同埋古印度嘅吠陀占星學咧，佢一樣咧，只係認7粒星嘅啫喎。7粒星係咩星咧？陰陽五行。點解叫陰陽五行？陰陽就係太陽同月亮，五行原來就係金木水火土5星。咁又有一個巧合喎，吠陀占星術入邊咧，同埋依家西方嘅占星學入邊，包括我哋中國嘅占星學入邊，都係認為木星同埋金星佢係吉星嚟嘅，而土星同埋火星咧，佢係凶星嚟嘅喎。咁至於太陽、月亮同埋水星咧，佢就係屬於中性嘅星宿。咁哪怕你話九運
唔係2020嘅。咁其實有好多唔識九運嘅人都知道，即使你話九運係戰卦，係一個打仗嘅卦，咁打仗都唔係2024先至開始發生㗎啦嚇。俄烏戰爭好早就已經發生啦。點解九運係火星主事呢？原來喺我哋九運嘅時候呢，火星呢，每當去到南邊嘅時候呢，佢係咁多粒星入邊最光就係佢嘅啦。呢20年咁，所以呢，九運呢，佢都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話題。咁今日呢，就大概講到呢度啦，咁啊，只不過係作為參考啦，信不信由你啦。至於大家想去了解更加多九運嘅未來會發生嘅事情呢，原來呢，全部呢都喺晒呢本書入邊嘅啦。呢本書入邊呢，就詳細記載晒整個九運嘅一切嘅事象。包括依家全世界，包括男女啦，包括經濟啦，包括代溝啦，咁啊全部都寫晒喺呢本書度噶啦。如果你有興趣嘅話，記得關注我啦，多謝。